大家好，我是 Willow，A.K.A. 溜溜，欢迎来到我和朋友们的克里特岛之旅。今天我们要到克里特岛最美的景点之一 Balos Lagoon。开到一半，这个车有故障，我们就停在路边这里等待救援的人过来。先出去玩一下，朋友们还在睡觉。现在是早上7点，哇，看一下甘尼亚的日出。哇，这个老车。哎呀妈，这是我开过最难开的车，这个档特别难调，它都好像卡在一个位置了。然后大家伙瞧瞧，超老的。这么早起来就是为了看一下甘尼亚的日出，还有这座海边灯塔在早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。不过好像错过了日出，刚才在那里磨磨唧唧的。现在太阳都出来了，这座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灯塔之一哦，它建于16世纪。太阳都已经升起来了。车的声音，唉，以后还是不要省那点钱了。但是我当初租的时候也没有料到会是一辆这么差的车。找了一个小公司来租，以后租车还是找大公司租吧，就是玩的可以省心一点。路过一个早餐店，帮朋友们买点早餐吧。他们只有这种三明治，买了个三明治，还有一些小面包。Hello， 早上好，看你们在吃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不出来。这个看出来了，这是过夜的 Greek salad。我明显觉得我自己的蔬菜含量不够。还有三文鱼，不错。Later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出门了。今天要去一个超晒的地方玩。我们的老爷车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的老爷车在前面。防晒涂好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我上车涂。上车涂好，上车慢慢涂。我就涂了脸。Hello， 开上我们心爱的小破车，希望它永远不会堵车。出发。现在我们要前往克里特岛最美沙滩 Balos Lagoon。Balos Lagoon 是克里特岛西北侧的一个泻湖，它处于著名的 Guamvusa 群岛之中。哇，这里全都是橄榄园，都是橄榄树，希腊盛产橄榄油。
要到达 Balos Lagoon 的沙滩，一般推荐坐船前往。如果选择开车前往的话，则需要经过长长的山路，并且有很多路段都是尘土飞扬的石头路。到达了停车场以后，还需要步行2到3公里才能到达沙滩。但是开车前往的好处就是可以从高空俯瞰到整片群岛。你以为我说这么多是因为我开车来的吗？其实不是，我们选择了坐船。停好了车，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港口。港口旁边还有一个这样的小餐厅，东西看起来也挺好吃。在网上搜索一下到 Balos Lagoon 的游船，选择非常多。前面那条就是我们要坐的船，坐大船就会比较拥挤，要和很多其他游客一起到沙滩上，所以我们选择了包一条小船，从哈尼亚开车过来这个叫 Falasarna 的小港口乘坐。总之，无论是坐大船还是包船，在网上订好了票以后，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乘船就行啦。我们已经坐上船了啊！这个普通话太烂。我们已经坐上船了，耶！然后这位是我们的船长。Hello, Captain. 哇，我们这个超棒的小船，大家参观一下我们这个船。这个是控制台，然后这还有一个室内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厕所，这里有一个厕所，然后这里有坐的地方，是室内的。出花啦！从我们启程的港口到达 Gramvousa 群岛需要20分钟左右。我们的小船将会在几个著名的沙滩停留，除此之外还会开到比较著名的海盗岛，还有 Gramvousa 的城堡山。最后一个经停点就是 Balos Lagoon。这个就是 Turkish food。到达了第一个经停点 Gramvousa 岛。这座岛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古老的威尼斯词汇，意思是海角。这座岛的最高处有137米。1579年至1584年间，威尼斯人在这里建造了一座雄伟的城堡，用以保护克里特岛的东南部。然后他们现在2个要去换泳衣，不想上那个城堡。我在考虑我要不要上那个城堡呢？他们2个只想玩水。已经换好泳衣了，2位美女。看得美一点哦。Later。我们3个现在想要去游泳，水超清的。Gramvousa 群岛附近的海水蓝得像绿松石一样，并且清澈见底，水清沙细，椰林树影，说的就是这里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地中海最美的沙滩之一。哇，水超级清的。来到这个小沙滩，一墨和路遥要游泳了，我还在考虑中。是不是很暖？一点都不冷，我觉得超级暖的。我和路遥我們要上那個城堡上面去看一看啦。廣東人嘅 party 係啊，廣東大部隊，大部隊。你知唔知有呢首歌好好聽㗎？廣東大部隊，大部隊。I am back。
已经走到一半了，但是这里风景超好。哇！我们哇，我们终于走上来了这个堡垒。16世纪时，为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入侵，威尼斯人在此建造了这座堡垒。它不仅保卫着威尼斯的重要贸易路线，并且也是奥斯曼威尼斯战争期间的重要战略基地。在这里，沉浸在浓浓的历史气息当中，俯瞰沙滩的美景，真的别有一番感觉，还是挺值得爬上来的。哇，呢個片好正啊！幫你影張相。现在要下山了，而且石头是不稳的。我们到山脚的时候，有一艘大船刚好来到了这个海岛。如果你选择乘坐这样的大船的话，就要跟一堆游客挤在一起。包船的话就会相对自由一点，也没有那么拥挤。我们来到这个海滩的时候，基本上只有我们3个人。人太多的话，就完全无法享受这片沙滩的宁静了。看到这么多人，我们决定离开了。哇，这么多人啊！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个地点了。到了 Balos Lagoon 了，可是沙滩上好多人呢，我们就不想去那个沙滩了，就叫船长停在海中心，我们在海中心玩。其实从 Balos Lagoon 的沙滩走到山顶去俯瞰一下整个区域还是挺值得的。从山顶就可以看到明信片经常会出现的那片美景，但是我们玩水玩得太嗨了，就忘记了去看那个景。不过每次出来旅行都总会留下一些遗憾，这或许也能成为下次再来的一个理由了。关于小熊的视野，关于你，关于我，关于留，关于走，关于喜欢与否。关于小熊的视野，关于你，关于我，关于留，关于走，关于喜欢与否。喜欢美黑的人。我们包的这条船是包含一个简餐的，就是一些水果，还有一些简单的三明治。
完午餐后再游泳就准备返航了。我衣服都换好了，然后刚才忽然那个救生圈它飘出去，飘到那边去，然后陆瑶瑶牺牲一下，帮我把那个粉色救生圈救回来，太感谢了。我的粉色救生圈彻底救不回来，刚才它吹到岸上，然后它滚到另一边去了。啊，算了，和那个救生圈的缘分就这样尽了。陆瑶说她愿意为他去，然后救生圈却没能为我们而停留。对，缘分就是这样子，不要为一些不是属于你的东西，然後要傷心難過。對，你因為舊嘅唔去，新嘅點嚟啊？對，真的。我好像能看到那个救生圈了，我的粉色救生圈。返航，现在返航啦！回程了。开到一半，这个车有故障，看来还是不能租太便宜的车。We have a broke down car. Yeah, we have a broke down car. 我们就停在路边这里，等待救援的人过来。对，知一堑长一智，下次就知道租车不要贪便宜，一定要选择大公司的车。要选择大公司，他们才会有比较好的车。太小了，这个公司可能是克里特岛本地的公司。我们现在抛锚在路上，要等救援的人过来，要等半个小时。希望他们真的能半个小时到吧，因为是希腊人，他们说的半小时不一定是半小时。我觉得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我们坏车的这个地方距离提车点就半个多小时的车程，租车公司答应我们，他们立马就过来救援。我们停在高速上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不过告诉他们 GPS 坐标以后，他们找到我们应该还是挺容易的。来了一个大叔，然后他就说要帮我们换一辆车，因为这个车可能是太老，他们自己也知道。东西拿齐了吗？就是现在租车公司的人，就是现在租车公司的人过来帮我们换一台车，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左右吧。也不要一直吐槽这家公司小了，其实人家还是挺负责任的，打电话他们就立刻过来了。他们应该也是很清楚自己的车是有点问题的，加上我买的是全险，所以也没有问什么，就直接给我们换了一辆新的车。重新启程，现在换了一台车了，希望会好开一点，但是也是一台比较老的车，是换了一台 Clio。耶！终于有一台比较好开的车啦！We hit the road again！ 太好了，这比我想象中要顺利一点了。至少那个人他的确是半个小时左右就来了，就是大家公认的半个小时，不是希腊人的半个小时。所以为希腊人证明一下，就是他们还是挺准时的。对，点个赞。终于回来了，精疲力尽有一点点，主要是车坏在路边那个事情让我们有一点点慌了，但是现在顺利回来啦，耶！洗完澡，现在舒服多啦，我们要去海边觅食啦。这个餐厅的服务员真的非常热情，我们问了问他在克里特岛应该去哪里买一些当地的特产。
Go to Zinca supermarket. Zinca is a market that usually sells only local products, only from Crete. 买了一瓶酸奶，到海边去吃酸奶。希腊的乳制品质量都非常好，来这里买一些本地产的小众品牌酸奶还有羊奶，尝一尝和平时买的大牌子有什么区别。区别就是奶香味特别浓郁，不过也有可能是心理作用啦，毕竟看着这么美好的风景，吃什么都香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 zucchini 跟 eggplant， 对，就是蔬菜，都是可以 share。路遥点的这个 calamari， 这个是鱿鱼还是墨鱼？鱿鱼吧，对吧？鱿鱼，新鲜的鱿鱼。那个尼莫点的这个是克里特岛的特色萨嘎拉基，就是有 feta cheese， 还有虾。好像日本菜。我点的这个是海鲜烩饭，来，你们也尝尝。要在吃淡牙其实也 OK 啊，但是就是吃的一个鲜味啊，就很多。这个餐厅真的太棒了，就是我们今天来吃过，然后明天还想再来一次，并且我们已经选好了明天要吃什么了。老天，来看看这个餐厅，就在海边。在希腊吃饭，好像每次结束他们都会送这种小甜点给我们，还有这种当地的烈酒。哎，这个送的是 panna cotta， 那种芝士类的小甜点。Yamas， 假喝。哇，大家看看，希腊5点钟。下一站我们要到欧洲第一大峡谷撒玛利亚峡谷徒步，这是欧洲最长的峡谷地形。这条路线全长18公里，全程都崎岖陡峭，十分难走。猜猜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奇遇呢？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支持我，加订阅我的频道哦。